怕吃差。而戈亚又是 DYG 的吃分英雄，戈亚还怕熬影，这其实就很难办。先把吃差搬了，吃差可能会更加全面一些。给吃差搬了的话，看红色方能不能拿到少苏源加戈亚。想必搬一个鲁班纳是对搬了。PSG 看他一楼，空空儿是肯定不会再接了。对，现在一楼谁拿空空儿，那真的是低估了。其实两支队伍之前都是空空儿吃分英雄的，但是改了之后应该都不会选了。那史梦溪其实就是比较强的点，少思源先拿了，先拿少苏源，也相当于不给 DYG 拿少苏源加戈亚。没错。然后自己后面也比较好搭配一点，既可以配句号的大司命，然后也可以配自己这边小雨去拿戈亚，因为 DYG 毕竟吃差用了嘛。那后面想打这个戈亚的话，得考虑拿敖影或者苍。现在接了一手苏朗香，接了一手太乙真人，那就是要配苏朗香。是。接真香的话，快手刚刚说到中单，他的史梦溪也还在。那这时候 KSG 就可以来一手戈亚，来一手史梦溪。少苏源加戈亚加史梦溪，这种打中下半图的前中期非常强势的组合。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主要看 DYG 他的接下来3楼给什么样的英雄，因为很多队伍可能就在3楼去选西施了。是吧？打史梦溪的话，其实不好用。打史梦溪，打少苏源、海月或火舞，对面又是出公孙离的情况下，海月和火舞会好一点。看项羽这选择，或者要不要就是高位火舞来了，火舞还是来了。打史梦溪和公孙离得拿火舞对抗，然后配太乙真人这里。自家打野的话，4楼可以先出个强势的打野。强势打野这把比较好用的是绝肉精。是的，绝肉精配合这一套河道能力很强，前期中轴非常强势。是的。搬一个阿古朵先 ，KSG 把镜给搬掉了。不知道这把云鹰会不会放出来？如果是云鹰的话 ，DYG 拿橘子 ，KSG 可以拿云鹰。云鹰也确实这个赛季就要很喜欢用到的一个英雄。对 ，DYG 搬了个宫本，搬了个宫本的话，也有可能拿大司命。大司命，然后包括他对抗的位置上面的曹操，也有可能。KSG 搬了个老虎。后面还有一个班位，就看他是搬橘右京还是搬大司命。DYG 再搬一手蒙恬，知道 KSG 阵容上面缺前排，他搬蒙恬是想避免让 KSG 拿上路坦边打野合的阵容。搬了一个关羽，那刚说到大司命和橘右京都在外面。吾乃神巫大司命，选大司命。司命者。选大司命的话 ，KSG 就不会出云鹰了。打大司命，他自己这个阵容，要么就是拿个夏侯惇，要么就是拿个坦边加个野合。哦，白起。是非之间，坦边加野合。坦边加野合，白起的话确实去开到真香是比较好开的。然后白起的话会是无言这个赛季的第1把白起。这也像他们怪不得去搬掉这个关羽。那 DYG 还有手对抗曹操刚说到的一个点，对，可以解手控，解手控，所以他在对线白起的时候，4级之后是很好打的。然后包括团战的时候也可以去威胁到公孙离一定的环境。这把阵容拿完了以后，其实在整体的一个风格上面，首先对抗的风格和他们这个赛季呈现出来一种形象是稍微有些区别的，因为无言这把他玩的是坦边嘛，对吧？然后包括他的白起也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做到一定的装备的，他的成型会比较晚一点。快手他这一把是需要自己的中辅去支撑一定的时间。而 DYG 的话，因为他是一手比较靠后期的曹操，和他们孙尚香，孙尚香也吃发育。围绕点来讲的话，肯定是围着孙尚香打。那曹操对白起，他俩其实在上路这个位置上都是属于前期比较弱的那种英雄。在这种时候，两边就更加倾向于去打中野辅对抗了。
而在打中 F 对抗的情况下 ，DYG 他这个火舞大司命和太乙是要比少司源、沈梦溪和飞更强势一点的。看来 DYG 这把又是要去尝试打进攻。对，他们需要尝试利用自己中 F 的强度，找到一些机会，就尽可能的去打掉对面，给自己的双边创造环境，让小轩经济打出压制力来。这把大司命如果有高经济的话，他在中期会比较无敌，因为对面没有很好的一些这个控制点，加上这种高爆发去打到这个大司命，控制比较少。对，爆发的话得等飞进场，还有就沈梦溪22丢个大招，这是这样的一种爆发。但是对方有一手太乙真人，可以抬起来保一个容错。是的，所以这一局的话，在两边打野的一个发育速度上面是比较重要的。看一下这一局两边在前中期的一个对抗。作为两个非常擅长打前中期节奏的队伍来说，今天谁的前期处理的更加的细致一点，能够拿到优势，谁的赢面就会更大。这是一场 S 组的对抗。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小局，蓝色方 KSG， 红色方深圳 DYG。我是解水选，我是解说黄超。全军出击！高。哎，这波公孙离要死了。能炸到，但留了个伞，往后走，宋万祥跟上去，第一滴血拿到。这波连环的控制啊，在太乙贴近公孙离的那一瞬间，好像就有些预判了。对，因为公孙离在跟孙小强对拼的过程当中，他血量被下了很多，他血量被下很多的同时，又把自己二技能给用了，还没抢到2级。而这波直接闪踩过去，配上沈梦溪打一定的强度，但是太乙真人交闪拉开了。想打个出其不意，拨过来再给一扇子，反而沈梦溪的状态被下低。这波医生操作还是挺极限的，他想被动接闪，然后那一下踢到，然后22定身，配合沈梦溪去把太乙真人给控死，请求集合。结果没成功。沈梦溪还距离有点远。是的，这样在、大司命再提个速，这样 DYG 下路就很优势了。没错，而且这个一血也是给到的千城的孙尚香。射手经济要差400多块钱了。大招补尾刀，很小心。因为他的队友都在上半图靠着。是吧？曹操目前的经济发育也是比较不错的，空间之灵也在拿到。火舞这波没走，藏在草里，和曹操打了一波先手，找到对面的白起，白起一波反超，等飞过来，过去再拉人，交闪感觉难走，直接大招挂到斩掉。而且无言他这个反开还顺带把自家赤甲给拿到了。是的，这波其实是 DYG 的埋伏和先手。DYG 本身就是火舞帮曹操要去控对方一个赤甲，然后在控的过程当中想要去打白起，结果白起压根不虚，你毕竟在4分钟前还有个野区保护机制在。没错，那种时候有这个免伤在，火舞和曹操想要去杀一个坦边很难。然后刚好当时飞也在附近，正常想顺着打一套，然后顺带把赤甲拿了，但结果白起这反开跟飞一个配合，赤甲拿了，人也收了，小赚一下，下路亏了，上路倒是出优势了。现在局势还是比较平衡的。DYG 依旧是利用他们中野辅的强度，不断的去拿中轴，可以先一步动起来。KSG 则是要做好一些协防，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稳定的发育。这波马上4分钟的节点了，火舞这边想要直接去踢，直接被沈梦溪给踩开了。少资源上了一下飞的身，然后再借位往后走，打得很极限啊。但是 DYG 这波的话，血量的互换上面是更赚的。防御塔护盾消失，怒车出击。快手还是直接去动龙了，秒掉。实时预测上面 ，KSG 19人看好 ，DYG 7人看好。下路火舞靠过来，但还是缺闪现。刚才中路那波也是因为没闪现，没能够起到好的节奏。现在下路这波也没闪现，太乙真人也不会交闪上去开。看好了，对，还有1秒钟。没错，好了，这个时候 DYG 会开得猛一点了。可以策划一波。落空已经在草里续着，在找机会，发现对面不过来，那提前结束，然后等下一波。快手这边的话呢，则是有一个想要在中路找一些机会的动向，因为其实白起他靠中的频率还是比较多的，在目前的画面当中。这样少思源就能够多跟公孙离，然后白起在中路的话，也可以把视野站好，防止 DYG 利用火舞闪现去强开。然后上路的线则是让给自己的野和飞去吃，加快他的发育。对，从无言开始到中路来的时候 ，KSG 在中轴清线就会安全一些。是的，就是坦边加野和的这种搭配的方式。女人神4人抱着直接先把中线拿到，火舞在上路想要帮曹操反蹲，没等到机会。现在中路的抢视野上面，其实 DYG 没有之前能够抢的那么的轻松了。DYG 这波好像想拼一下，先把上线给截了，曹操截上，然后把孙尚香叫过来，然后看大司令小轩的位置。已经进蓝区反小野。没错，孙尚香这波环境也还不错，先围绕着他打一波输出，飞赶过来了。正面的话卡到的是对面的一手太乙真人，在上墙打消耗。白起是有一点想法的，但自己已经没有大招了，被句号给拉扯了。这波团因为第一时间大司命不在，大司命是在对方的蓝区，结果在中左河道碰撞了一下，碰撞的过程当中，太乙和孙尚香第一时间没状态，没状态就不敢去接后续，然后等曹操和大司命做完事情之后，想过来包的时候，想留句号又留不住。句号这手飞很灵活，一直在墙上待着，已经是一个5400块钱的飞了。再往上带，现在快手是利用飞的灵活度啊，就他的跑图能力会更强一些。而 DYG 我感觉出来，他这2分钟打得很急，他很想去通过太乙的闪开跟火舞的闪开去找机会跟 KSG 打一波，但每次都被 KSG 化解。所事带来日。火舞位置还不错，但是被白起看到了。主要是哪怕太乙开到了以后，他第一时间对面的这个少思源和白起有一定的反手能力，就是他的开团是有风险的，所以现在 DYG 他不敢主动第一线开。看到白起在正面的时候 ，DYG 的开团就会变得很不果断。对，他会有顾虑。对，比较担心对面的反开。所以基本上两边现在就是互带一个远边线。保着边路发育了，现在是的，都在打镜像。太乙保孙尚香发育，火舞保曹操发育。想要去拼后期，这么打的话，快手这边则是在保自己的野射发育，他们的野射经济也都还不错。两边整体的经济区别主要就在打野的对位上面。飞是有一个1000的经济领先的，而且飞这个出装的话，它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有一个大红刀加暗影战斧。目前来看，装备打脆皮是完全够。然后他第2件装备是要做个红莲斗篷，再提升一下坦度，同时增加重伤能力。这样在单对曹操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周旋余地。可以挂一手重伤，然后队友过来支援的话，会有机会。没错。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下去的话，10分钟龙团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团战了。很可能是一波定输赢的团战。对，可能是决胜团。因为
两边现在都不太敢轻举妄动。公主今之心意。快手这边也是同样的，因为他们野牌开完了以后，因为有太乙的大招在，也有一定的反手能力。离魂爱。现在都没有冒进，两边射手的经济目前是持平的。主要的经济差就在上野身上。哎，大师妹这波要吃复活，吃太乙复活站起给上，来，给了一下勾二技能，过来拿回来，大招一开往后走，但是太乙直接这边闪现，太乙这边是想要去保一手，但最后的话，白起在里面是有点扛不住了，直接被带走。飞这边是收掉了火舞，沈梦溪再踩一脚，两边往后走了。这波团的话，就是大司命先吃了几火，然后 KSG 看到大司命大招空了之后，白起动杀心了。白起动杀心了，选择闪现进去转一下，想收大司命，结果那个伤害确实太低，收不掉。后面飞想进场收，是被火舞盯住了，那飞无奈只能先把火舞解决掉。这波小乐曹操的位置还不错，下龙坑，但第一时间快手也撤退了，逼了少思源闪现。龙团前的一些小插曲啊，但这个小插曲打下来之后，现在小乐打龙团战斗力很强，他有个闪，有仓曹操3件套有闪现主宰暴君，KSG 3个闪现全没。没错，继续先开大司命，这波开团效果很一般，队友都跟不上伤害。现在小乐的曹操会是这个团战当中 DYG 比较重要的一环，看一下快手怎么做应对。白起的大招还没好，大招还20秒，是的，还差一会儿。侧面看一下公孙离的位置被曹操给盯住了，留了一个伞，先拉扯一波骗点技能。再看龙坑，龙坑这个位置飞过去抢到了龙，很轻巧啊！而且侧面的话又是一个少孙加公孙离不断的在拉扯那个曹操，把曹操的状态打得很低。哇，这波快手的10分钟龙团上面处理的非常的娴熟，感觉。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在避，因为知道自己开团点没大招，然后其他几个，比如说沈梦溪和邵思源，他们闪现又第一时间没好，所以先拉扯，然后拉扯过程当中 ，DYG 也没闲着，就一直在下龙的血量，所以在把龙的血量下到斩杀线的时候，没有去防着这个飞，让飞进来非常轻松的把这个龙给拿下来。是的。快手刚刚那个团战就有点像那种蜻蜓点水，然后点一下点一下，公孙离也是，飞也是。太爷终于找到机会了，想控制对面2个，但自己第一时间得交闪往后走。白起这边也想朝，但第一时间也失利了，直接先往后走。飞这波在侧面的墙上打了很多的一些伤害，压退了对面的状态。落地之后又是找到了小乐，小乐这边也赶紧往后走。正面的队友没办法帮小乐把血量给压下来，所以曹操没有进场的环境。KSG 现在只要抱着推进 ，DYG 有些难以突破。DYG 的伤害不足以去解决掉这个白起，邵思源还有一手救赎之翼，加上一个大招，可以给白起再奶一波。目前 KSG 只要保持好自己的阵型，其他人不被开到就没问题。是的，只要公孙离不被开，沈梦溪不被开，这个团都是能打的。而且快手他现在的这种 poke 的伤害量太高了。他其实3个英雄手都相对来说是有一点手长的，是的，所以他去摸 DYG 这边的一些后排，我打到之后的话，基本上都要掉半血。苏朗香想翻滚上去给枪的时候，沈梦溪就可以甩颗雷。是的。所以现在的局面上面是快手的一个领先，小乐又在同样的一个位置，点了一个发起进攻，飞这边。给到一些声音，沈梦溪大招先一盖，龙坑这波想要去反舔，但是直接被对面打出了一手自己的大招，大招站起来，对面直接集火要去秒，但这波的话飞落地之后也是被对面直接给控死了。再看一下小乐回头直接闪现反砍过去，这边拉扯了一波，小雨的输出环境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回去大招推伞落过去再点2下，但自己是没有红 buff 的。项羽过来帮忙做了一波拆火，但是看一下超远距离，医生直接过去踩一脚，但反而是被小轩给反杀掉，直接给甩死，而且吴言这边为了做一下接应，自己也倒在里面。极限操作，最后是0换3的团战。医生和无言后面想要去止个损，因为他们掉了个飞，太想止损了。看到 DYG 一堆残血的诱惑，想要去打后续团，顺着白起的第2个大招，但结果就是又被 DYG 5个人反复拉扯一下，把白起和邵思源全收了。是的，但在刚才第1波碰撞上面，就是白起开太乙，然后太乙复活之后，项羽的火舞他就在边上等着，就等你这飞进来呢。看项羽的位置，对，这一扇子就冲飞去了。你飞想一进场，然后火舞就把你留下，不让你走。一扇子把飞给收了，然后曹操进场再去砍一下4个人，给
残血队友空间，让他们能够有拉扯的机会。千城又是在另一边跟流浪一波博弈，把神梦溪闪现也逼掉了，闪现相当于互换了一下。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少思源想留人，然后再等白起大招，结果身后队友其实不太能跟上，跟不上去。少思源和白起就显得有一点两个人直接去送掉了，有点小 rush 龙的意思。点2下，小乐这波是没有闪现的，小雨在旁边不断的做一波拉扯，但正面的话白起第一时间感觉被秒掉了，自己状态很低，直接被留下。再看一下正面的龙，最后还是句号拿到了龙，回头再点2下，点出了太乙的一手大招。龙又被句号抢下来了。在控龙上面，确实这一局句号控动更多一点。当时的话，无言他是进去开小乐了，开曹操了，但曹操又有大招，身后又全是队友。这主要是感觉在这种局面底下，无言他很想利用自己的开团去找一些机会。但因为他这把他的就白起他是很难去打出那种高伤害量的嘛，所以说队友的话，如果第一时间不在身边的话，就很难完成这种击杀。感觉这个团战不用开得太急，先以拉扯为主嘛。自己阵容上面是有少思源的，也不怕 DYG 消耗，而且你要论谁手长，那肯定是 KSG 的阵容手更长。在之前中期打对面压制的时候，就是利用自己的手长在消耗。是的。那反观这2波打完了以后 ，DYG 现在的阵型就一直围绕着千城的孙尚香做推进，差不多是控一波打一波。对。在控住白起的时候可以打他，如果白起先，白起又来了，先手打的是一手太乙真人，太乙真吃大招站起来，看一下后续交闪现拉开，小轩扛在前面一个大招做过去，然后一技能再往后撤退，但状态都被压得很低了。那 KSG 就通过这波消耗可以把河道抢住以后打一波推进。因为毕竟他们是有少思源的阵容，所以说他们整体的续航上面会更强一些。下路的线也带过来了。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龙要刷了，白起直接开拉过来，是一个大司命。看一下曹操这个位置开了一个大招，但是对面3个人集火他，开苍穹顶住了第一波，回头再砍一下，被公孙离点了2下自己也残，点到为止，两边撤退。两边现在其实都有点不太敢打死架，一是龙本来就要刷了，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白起这个装备已经慢慢叠起来了以后，他的嘲讽时间足够的情况底下 ，DYG 也不太敢冒进。看这个红 buff 能不能给到双香，双香一个平 A， 把风拿下。曹操在绕，曹操绕到了中右的一个位置，第一时间挤不进去，快手拉扯了一下。曹操还在绕，曹操这位置是个夹位，看一下正面落空要开了，开到之后第一时间先不跟，先晃沈梦溪一颗雷，飞团也在侧面找机会啊，都在拼状态，但是正面看一下这波挤进去，哇，白起这波炒3个，二技能拉回来，第一时间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跟曹操进去，一个人把对面的阵营给砍散了，吃了一个复活，站起来看一下千城的位置，再交一个闪现往后拉开，但是对面所有人挤着他过去杀，再自己有个复活甲站起来，但后面还有个公孙离，公孙离点2下，在这个草当中发现有点点不过，反而是大司命这边一下子被动甩出了一生的一手复活，赶紧再上升，想要往后走，但 DYG 感觉还能追啊。这波的容错率 ，DYG 的阵容体现出来了。小乐打着打着，哎，但是这一下开了一个大招，看一下还能不能追。医生想办法再帮忙卡。小雨这边在极限做了一波换位，再拉扯一波，能走吗？哇，四血走了，但还有个项羽，火舞来了，二技能给一扇子，但应该还是能走，感觉。主要是只剩下了中射，对面不想放小雨走，但是小雨是不断的借着这种野怪在回复自己的状态，绕了一整个地图，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港湾。公孙离是保下来，但龙还是要掉。是的，这波团说到底还是 DYG 打得更漂亮一些。这波团我眼里有个人，千城绝对是 MVP 级的表现。是，他是有复活甲，然后闪到人堆里面去找找那个公孙离的位置，跟他对点。对，然后用自己的复活和太乙的复活，
一直在吃伤害，然后自己还换名刀继续吃伤害，相当于他在这波团战当中吃了对面很多的技能，然后还完成了后续的一些收割，跟队友之间打了个配合，换了对面3个，自己还没死。就他也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对面集火的目标嘛，打到了一个后期，哇，这边的龙又是句号拿到的，所以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操作和装备的切换，在尽可能拖延快手击杀他的那个时间。来看一下他的孙尚香啊，团战伤害占比有37.4%。刚刚他的那个孙尚香是一路从中右的位置打到了上路一塔草的那个位置。女人神。但因为这个龙是快手拿到的，所以他们也可以去扛住对面的这波进攻，感觉要封龙了。而且在打风龙团的时候，也要等一下孙尚香的复活甲。嗯。先挤进去看一下落空的太乙，直接炸跳到对面3个，白棋想要反超被对面给躲开了。火舞在找环境，落空没状态，要赶紧回家补一下。看一下来不来得及，因为龙要刷了已经。PSG 有羁绊，是第一时间 run 龙速度也不会很快，但是他们知道这边可能是个多打少。对，现在 PSG 可以利用太乙真人没状态回家补给的这段时间，把兵线先处理好。没错。直接而且把暗影之血排出来镜也放在了上面，给到了上路线的压力。而且上路线的话，只有曹操这个点能去带了。曹操现在还不敢漏，一漏就要被包。挤到红区，闪现过去，直接开，就看你的孙尚香，小雨上去再点2下，最后一下跟上了，完成了击杀。回头再去反包一下对面的曹操，曹操开了一个苍穹，顶了一下，想要换没有能够换掉，要拿到终结人头。哇，快手这波的思路非常清晰啊！他们很清楚，在这个节点的话，千层是要回去拿红的。对，要回去拿红，但是这个节点了，太乙都回家补状态了，为什么 DYG 没人去保一下孙尚香拿这个红 buff 呢？这反而快手他是突袭完成了击杀，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再去拼这个风龙团了。中上是有线的，快手有想打终结的想法，正面是一个5打3，先踩脚定身给到白棋在里面不断的转出来了一手复活，站起来了以后正面直接挤进去杀掉2人，兵线进去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 KSG 一场鏖战拿到了第2小局比赛的胜利。这就是 KSG 非常擅长的一个点了，他们的突袭能力，医生的少资源是的，刚才找到了这个机会，钻进了对方的野区，